沒有中國，美國的製造業還可以繼續下去嗎？川普說呢，接下來要全面斷中鏈，所以現在呢，告急的產業包括了鋁業、軍工、車業、造船4大命脈同步告急。我覺得川普旁邊的這些公務人員或者是他的顧問，我覺得他們本身真的是有問題。你想把鋁業把它拉到美國來，你的礦產的開採成本到底差多少？你的水資源夠不夠？你的電的成本高還是不高？你的本身的這些勞工的水平高還是不高？你的關稅減25%怎麼會有吸引力？以川普的目前的一個做法，他事實上要跟中國大陸切斷關係，他做不到，而且對於他來講，只會讓國力更加的衰敗而已。好，接下來我們會來看到是没有中國，美國的製造業還可以繼續下去嗎？川普說呢，接下來要全面斷中鏈，中國的中哦，所以現在呢，告急的產業包括了鋁業、軍工、車業、造船4大命脈同步告急。今天就這個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深度的剖析。觀眾朋友，歡迎留言區留言。如果您認為說斷了中國大陸的供應鏈，美國的製造業還可以繼續強盛，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會失敗，留言寫2，一起跟我們做互動。川普的這場去中化，當時從晶片一直到稀土，現在正式擴大到了國防的供應鏈。所以最新的消息是，美國的國防部接下來會收緊採購的豁免規則，限制這些國防的承包商。他說接下來你們都不可以再採購跟中國大陸有關的關鍵的礦物跟原料了，這當中包括了鋁哦。川普說呢，這個鋁的製造廠我們也要自己來做，那所以呢，他就鼓勵外資來這邊設廠造鋁哦。那我們看到這個鋁目前的狀況是說，50%的這個鋁關稅，再加上伊朗戰火的波及呢，在美國當地鋁已經飆升到每噸$6100了，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鋁溢價已經接近到翻倍的關稅去了。所以我們剛剛提了嘛，川普就說，那外資們你們趕快來這邊投資吧，如果你們願意來這邊設廠的話呢，我們的關稅就會從50%直接降一半到25%啊。但是關鍵來了，這些外資會願意來嗎？因為要知道你需要在這邊建鋁廠的話，你需要大量的水，還有大量的電等等。那美國現在這些資源的成本又這麼的高，那這樣總計起來可能要花費數十億美元才能投資哦。那而且這個回收率呢，可能長達10年之久。那外資還願意來嗎？這個就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那外資還沒有來之前，我們看到，因為川普的關稅對鋁課徵了50%的關稅，現在美國的企業早就已經叫苦連天了。這些企業包含了哪一些呢？先來看到美國最大的鋁公司這一家，他說呢，在關稅成本之下，他光是 Q1第一季的這個損失就高達了2000萬美元。其他汽車大廠也拉起了警報，這當中包括了福特汽車還有 Tesla， 他們說面臨採購成本大增，原因就是鋁庫存已經不夠了，拉起了警報。每輛汽車成本在美國現在呢，增加了大約是每台400美元，新建案住宅平均也會增加大約是1萬美元左右。那現在怎麼辦呢？包括了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更是收緊了對美國稀土的出口，光是上半年稀土就大減了20%，一沒有稀土的，直接衝擊到的就是美國的軍工了。包括了這一家製造無人機推進馬達的公司，因為這個稀土短缺、磁材短缺，它的訂單被迫延期，最多達到2個月。再來這一家美國的國防公司，它生產飛彈紅外線感測器的，沒有了這個鍺的庫存，已經降至安全的庫存，對於他們的生產也出現了非常大的壓力。部分的這個國防材料的價格已經飆升到限制前的5倍以上，甚至有一些關鍵的材料暴漲，達到了60倍的一個價格。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現在川普說了，我們要全面的斷掉中國供應鏈，國防承包商也禁止購買中國大陸的材料，還祭出希望外資來蓋鋁廠等等啊。那麼投資的金額會非常多，可能達到數十億美元，這些外資還會來嗎？川普的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嗎？那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川普旁邊的這些公務人員或者是他的顧問，我覺得他們本身真的是有問題，他們不食人間煙火，或是他們對於美國的業者他們的情況真的是了解不多。像納瓦羅，他就認為說應該對中國大陸全面性的制裁，要全面性的斷供等等的。可是他不知道美國的
本錢到底有多少？美國的底還剩下多少？您談到有關於鋁，例如說冰箱要鋁門窗，我們講的建築業要鋁，汽車工業要鋁，有多少地方它都需要鋁，造船業要鋁，飛機工業要鋁，到處都是需要鋁的這個製品。可是問題就在於你美國，你想把鋁業把它拉到美國來，大家要問的就是說，你的礦產的開採跟在印尼或者其他地方的開採成本到底差多少？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你的水資源夠不夠？你的電的成本高還是不高？你的本身的這些勞工的水平高還是不高？能不能募集到足夠的勞工等等的？那再加上運輸，你所有的這些都計算在內的時候，我想很多人他就會開始去思考了，說那我把我的工廠搬到美國來，在你美國的鋁礦產的區域裡面來設，那你這些基礎的設施、配套措施、交通運輸，我還有就是你的工會的影響，你的電力的價格，你的人工的價格什麼等等，甚至最重要就是說你的勞动力能不能充沛的供應，這些都不夠的情形下的時候，那他算完了，你的關稅減25%，怎麼會有吸引力？沒有吸引力的。既然沒有吸引力，他怎麼會去設廠呢？所以你看，川普的這個關稅戰已經打了1年多了，打到現在沒有幾家公司回到美國去設廠啊，包括美國自己的公司都並不多回去美國設廠，更不用講外國公司跑到美國設廠了。那這樣的情形對於美國來說的話，你的所有的關稅政策事實上是失效的，因為你沒有辦法激起你的公司跟外國的公司到你美國來投資，除了台積電以外。好，現在的情況就是美國你非但吸引不了，而且你的關稅是國內廠商自己吸收，所以為什麼美國的汽車業者他們會叫苦連天？就是因為是你美國的進口商吸收嘛。怎麼會這個道理？你川普到今天還是不懂呢？那我個人認為，以川普的目前的一個做法，他事實上要跟中國大陸切斷關係，他做不到，而且對於他來講，只會讓國力更加的衰敗而已。好，所以川普執意要切斷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那現在受害的就是最直接就是企業嘛，他們叫苦連天。那現在怎麼辦？哪一些企業影響有多深？對於美國企業的影響，重創到底又有多大？那酈將軍怎麼看？我先講一個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自己開的車子，這個不小心這個自己擦撞到了，後面屁股被擦撞到。那我想說，一個凹進去一塊嘛，這個認識的這個修車的朋友打電話給他，我說你可不可以幫我鈑金一下？他說你那塊這個他先確定一下是鋼還是鋁的，他叫我拿一個吸鐵去吸看。他說吸鐵吸看，如果吸得住的話，就代表是鋼材，那可以鈑金。如果說是吸不住的話，那代表鋁那你可能整片都要原厂換掉，那成本那修起來工資就很高。那後來我才了解到，原來很多汽車現在來講，它不用鐵它用鋼啊，用鋁。為什麼用鋁呢？因為比較輕，就跟飛機一樣。飛機為什麼要用鋁？它比較輕嘛。你想想看，如果一架飛機那麼大，如果都用鋼來制造的話，那飛機重的可能就起飛不了了。那汽車用鋁來講的話，它當然可以更省油這個跑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為什麼這就是福特 F150的皮卡原來是用鋼打造的車身，現在要用鋁，因為它可以更輕、更省油。那其實鋁的用途不止在民生方面，不只是汽車而已。我們經常包括喝汽水的你的易開罐包括你的洗衣機包括到這個烘乾機等等來講的話，都少不了這個鋁這種元素。那甚至於更高一層來講的話，包括軍工業導彈啊，或者是這個戰機啦更少不了鋁。所以鋁的需求對美國來講的話是非常的至關重要的，但是為什麼美國現在這麼至關重要的這種鋁這種材料來講的話價格會飆漲到每噸到$6100。$6100是什麼？是已經是翻1倍的漲價了。對，我第一個原因是美國自己對於鋁提煉的冶煉的技術已經這個萎縮了在2000年的時候，美國這個鋁冶煉的工廠有22家工廠在冶煉，那到今年只剩幾家？只剩4家，所以它自己產能很明顯的不夠。那原来它可以每年可以到達煉出370噸的鋁，現在來講每年只能煉67噸，真正少了將近快360噸，所以美國自己能源不夠。第二個當然跟這個波斯灣這次的打仗有關波灣戰爭，你知道
這個中東這個是全世界最大的鋁冶煉的這個產能占9%啊，有2個大公司了，一個是位於阿聯的環球鋁業，一個是位於巴林的鋁業哈，這2家公司是分別占了全世界鋁冶煉的9%，產量是非常大。但是由於這次這個波灣戰爭，它遭受到攻擊，然後荷姆斯海峽又被封鎖，所以它冶煉出來的鋁很難再運到美國去，這也是造成鋁漲價的第2個原因。第3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也是美國自己搬石頭砸自己腳，他自己搞關稅。這個第1季來講的話，就是我們這邊講，第1季它因為增加關稅啊，你自己這個鋁你本來就要進口啊，我們這個川普不是他原來鋁的這種進口大概就關稅只有25%，他把它提高到50%，你這不是搬石頭在砸自己腳嘛？所以說你美國因為提高關稅，然後造成自己的成本增加很多，所以這個第1季來講的話，有一家美國鋁的这種巨頭來。產業界的巨頭來講，他光這個成本就損失了2000萬美元，所以我覺得美國自己這都是他們自己搞的，川普自己搞的，自己又要打仗，自己又要漲關稅，好，然後自己產能又不夠，所以未來是不是有很多的這個製造業來講的話，你就必須要跟中國結合在一起，不然的話你自己來講的話是很難這個自己滿足自己的需求。對，好，所以。這樣整體來講的話，川普到底有沒有辦法真的做到美國製造呢？因為真的很矛盾哦，他這個美國缺鋁，但是他還是要斷了這個來自於其他國家課高關稅哦，是不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呢？那另外我們也看到說，其實美國要發展製造業，現在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缺工的問題。那尤其呢，我們看到在海上哦，一年中國大陸可以造1000艘船，美國只有個位數，一年只能現在預估3艘哦，這是來自於最新播客中國大陸的一位播客的說法。那我們也來看到說，目前的美國職缺的部分，750萬個製造業技職缺都是找不到人的，光是海軍潛艦的建造就缺了40萬名的焊工，還有電工，還能夠去中化嗎？那楊老師怎麼看？美國要製造業回流，做得到，很少部分做得到，基本上應該就是高附加價值的戰略產業，也就是他願意花大錢，然後呢，整個相關的設計、製造到使用，客戶都是自己美國人，那因此呢。特別像是半導體或者是 AI 以及生物製藥等等之類，他就把這些高附加價值、成本高的維持在自己本土裡面，繼續的賺錢。這個也許他做得到，其他的我覺得完全做不到。那第二個回答問題就是有沒有可能跟中國去切斷相互的，就是這種製造的關係啊？那我覺得基本上完全不可能。而且你看昨天。王毅跟 Rubio 在馬尼拉的會議當中，其實就已經確認了9月份，習近平應該會前往美國訪問。那這樣子的一個框架建立起來之後呢，美國基本上就是把他自己最核心的部分，他要把它框起來，其他的部分大概都維持之前的全球化跟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但是其他的部分為什麼做不起來？3大因素很簡單，其實沒有原料。你剛剛講了鋁啊、鎳啊、鋰啊。第二個。這個沒有原料之外呢，它也沒有這個稀土關鍵的礦產，那這個是第一個。那第二個，那思敏剛才講，沒有工人，沒有技術人才，最重要沒有技術。鎳、鋁、稀土這麼簡單，你挖出來就可以用嗎？這個也就是證明，其實這個技術才是真正的關鍵。中國掌控這個技術啊。那第三個呢，也就是它根本沒有那個完整的。這個所謂的產業鏈，對啊，生態系啊，以及群聚的效應，因此他就希望說，把台積電，因為台積電代表不是只有一個廠，台積電代表是整個台灣的半導體的產業，整個都往美國移，那個是一個產業鏈，一個生態系的移動。那他在這個方面倒是做的，就是說不錯。應該講他做的不錯，還是我們台灣配合的不錯？這個剛才賴老師的態度就告訴我們。所以呢。這方面也許他真的做得到哦，你花大錢，然後呢提高成本，可是其他的部分呢，我覺得他很困難。那至於說你要跟中國去脫鈎斷鏈，這老早已經確認。其實10年之前他想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孤島，讓中國的科技發展這個停滯，結果10年之後呢，你就看到其實變得孤島化的呢
反而是美國了。好，我們來看到最新的貿易戰，川普押上了美國國運這一次祭出的最新關稅豪賭，301條款再次的開火了，50國確定會遭到殃及哦。加拿大的部分是最受害最慘的，這個關稅的部分啊，升高到了50%。美國真的能夠重返製造業霸權嗎？還是把盟友推向中國大陸呢？如果您覺得這個關稅戰實施下去對美國有利，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國根本就是賭國運，對它完全毫無意義，幫我們留言寫2。今天來特別看到的是，川普的關稅戰沒有退場就算了，現在是在完全的做一個全面的升級。大家還記得嗎？今年的2月份，我们再稍微回顧一下哦。最高法院裁定關稅違憲之後呢，川普就用了另外一個1974年貿易法，祭出了另外一個150天的臨時關稅。好，眼看着這150天快要到了，剩下大概2-3天而已。所以最新也是今天早上我們看到的消息，川普準備來援引的就是301條款，這一次呢，他要再繼續的延續關稅戰，以什麼理由呢？強迫勞動為由，針對全球50個國家展開新一輪的關稅戰。好，這個關稅戰當中呢，他也特別去強調了呢，不只是針對國家，也到了部分的產業。其中2個產業是我們今天節目要特別關心的產業，第一個就是學名藥的產業哦，第2個就是鋁產業。好，學名藥的產業的部分是這樣子，它會對這些進口的學名藥課徵100%，甚至最高到200%的關稅，就是希望說，製藥也是不是能夠在美國自己來做哦。那麼另外就是鋁業了，它也希望能夠美國製造，所以接下來呢，鼓勵企業到美國去設廠，如果你願意的話，關稅就會從50%降到25%。表面上，川普是用這個關稅來逼各個全球的製造業回流到美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這樣做其實已經真的撕毀了他跟重要盟友之間的關係。這個國家就是加拿大，也是在這一次關稅戰當中似乎是受害最深的一個國家。趕快來看到細節，最新消息，美國對加拿大會加徵50%的關稅，涵蓋的範圍也非常的廣哦，一系列列出來給觀眾朋友在這邊看。那麼進一步，除了50%的關稅，還有第2個稅叫做野火關稅。那麼金融專家也開始做了警告，如果說這個50%的關稅全面真的在加拿大落實的話，接下來加拿大的經濟恐怕會造成他形容這個叫做毀滅性的一個重大打擊。真的嗎？只有毀滅加拿大自己而已嗎？美國就不會受傷嗎？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因為川普，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他要來強化鋁業的發展，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美國大部分的鋁都是來自於加拿大，甚至呢，鋁的供應有一半都是來自於加拿大。原因是因為加拿大這邊呢，鋁需要用到電嘛，那加拿大是靠水力發電，可以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美國它的電力成本現在還是非常的高，所以看起來還是得依賴加拿大。那麼在40年來，我們看到美國也都沒有辦法建立任何的大型的鋁製煉廠，所以現在真的可以自己做起來嗎？大家也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另外就是一旦美加的關係受挫的話，是不是會影響到接下來加拿大的政治態度，會不會轉向中國大陸？因為現在有許多的專家也做了這樣的預估，這個問題等一下我們也會一起來看。好，先請教漢庭怎麼看上一輪的關稅戰？川普希望製造業回流，看起來是沒有達成。這一輪的關稅戰，他也希望祭出301，重建美國製造，真的可以解決嗎？另外就是目前美國的經濟壓力，有辦法靠關稅戰來解決嗎？漢庭怎麼看？可憐吶！現在川普完全就是為了面子死撐，難道他要放棄關稅嗎？難道他要公開的宣布關稅戰失敗嗎？不可能，那等於是公然的把自己上台的正當性給推翻了，也把自己過去自己少數能夠吹噓的政績給推翻，所以他不能承認自己有錯，只能夠一路走到黑，繼續告訴大家關稅好棒棒啊，那都是大法官亂搞，都是最高法院亂搞，所以呢，我要繼續幹。因為我們如果去看一下過去的數字啊，2025年他打完了貿易戰之後，美國的全球的貿易逆差反而是增加了。2017年的貿易是5666億的逆差，到了2025年打完關稅戰之後啊，變成是9000億美元的逆差，越搞越多，而且呢，他心心念念的製造業回流，他希望我們能夠增加
美國的就業機會，卻變成了製造業大逃亡啊！有多誇張呢？美國2025年關稅政策實施以來，製造業的崗位連續8個月減少，甚至呢，在2025年4月這所謂解放日實施的10個月內，製造業流失高達了89000個工作崗位。那相當於全美國有2800家的中型工廠倒閉。所以有沒有效？太有效了，就是會讓大家發笑。那因為最後發現是什麼呢？根本不是什麼外國的這個出口商來付款嘛。紐約的聯邦準備銀行的研究，2025年的關稅基本上有90% 都是美國的企業跟消費者自己来承擔的。他收了多少錢？他確實是收了很多錢了，大約總共收了有2870億的美元。好了，你看我們一年增加了将近3000億美元呢。以前的關稅大概1個月才就是沒有很多。這相較增加很多錢，但這些錢90%都是美國老百姓自己出的，那到底有什麼用？那實際上你並沒有增加到額外的收入，反而是轉嫁給了消費者。而且大家都會採取報復性的關稅，更導致美國自己的出口也受到了阻礙。貿易戰不是單向的啊，美國關稅，那其他國家也會有報復啊，所以會讓美國的出口商自己苦不堪言，全球的貿易也陷入混亂。而且再來第三，這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貿易政策，讓企業也不敢輕易的擴大投資。哈佛商學院的研究就指出，許多企業因為它貿易政策頻繁變動，它都取消了投資計劃。所以，川普用關稅沒有築起什麼美國製造的堡壘，而是一個阻礙全球貿易的壁壘，甚至也阻礙到了自己的順利連任。好，確實哦，現在看起來這個川普的關稅戰是不是真的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再次的打上問號。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說嘛，這個受傷最深的就是加拿大，2個關稅可能被課，一個是貿易戰的50%，另外一個叫做野火關稅。所以呢，加拿大現在非常生氣，也強硬的反擊。首先，加拿大這一位是安大略省的省長，他直接痛批說，除非美國撤銷對汽車跟鋼鐵的關稅，否則不會解除對於美國葡萄酒、烈酒的禁令。更批評川普是惡霸，他認為說加拿大這個時候我們不可以示弱，應該要站起來以實力談判。加拿大總理則是說，接下來的幾週他會跟川普來進一步討論可能的協議。再來以政治面來說，是加拿大的前副總理方慧蘭警告，美國過去80年是西方聯盟的核心，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加拿大人質疑說，到底可不可以信任美國呢？甚至有許多的聲音現在也說，美國持續對盟友施壓，恐怕導致加拿大進一步倒向中國大陸。好，另外一方面，剛剛我們提到了嘛，現在美國這麼需要加拿大的鋁，但是他又希望能夠自產。如果真的做不出來的話，未來拿不到鋁，對於美國產業有哪一些重擊？那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這個加拿大實在是非常倒霉啊。這個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叫做野火關稅？你聽這個名字啊，就是說大概在上個禮拜吧，就是紐約華盛頓的話呢，空氣品質非常差了，就因為加拿大太大了，加拿大的夏天遇到了野火的時候，人根本沒有辦法滅火，就讓它自生自滅，一直等到雨下來了，就自己去過加拿大跟美國的話呢，就知道，因為加拿大那一帶的話呢，他們這個野火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去處理，所以這個長期來講就到這段時間，然後那個川普他不懂。他不懂，他什麼事情啊？就是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無知之徒啊！他認為關稅是萬能的，所以說加拿大的野火使得美國這個華盛頓的空氣不好，那就要用野火關稅。對，野火關稅你要抽什麼東西了？美國自己有野火，加州的野火不是也是自生自滅嗎？人家沒有人會想到這個，這是第一件。那第二個學名藥，學名藥就是仿製藥了。學名藥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東西啊，取名叫學名藥啊，大家稍微查一下，但就會知道學名藥是因為美國的藥太貴了啊，所以說大家帶了學名藥，學名藥其實效果是接近，都是一樣的化学功能嘛，所以說這個加拿大本身來講，也不一定是加拿大，但是那個什麼布洛芬啊什麼的，就是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就是美國莫名其妙說加拿大的毒品輸入的單位，然後要罰着動不動就100%啊什麼的，主要是講的這個事情，因為說對講情況，加拿大一開始的話。想要很認真的對待美國，就會被打懵了，這搞不清楚。那現在發覺的話呢，美國對於加拿大的真的是直接就講予取予求啊。那其他的沒有被講到的原因，並不是不講，而是川普的地理知識只認識加拿大
啊，都沒有別的地方，所以什麼事情都講到加拿大。那現在的話呢，他就會發覺說，加拿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的水利資源非常豐富，水利資源豐富代表電便宜，然後這個煉鋁完全是靠電啊，這個大家都學過嘛，那基本上國中化學你們知道，這個鋁的煉製的過程當中，所以美國鋁是重要的國防科技裡面的一份，製造飛機啊，或者說所有清洗，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加拿大，但是你們這邊問到的一個問題，講說會不會自動的把這個加拿大推向中國？我告訴大家，國際政治沒有朋友，只有利益，請大家永遠記住。對加拿大來講的話呢，馬卡內他說過，我們是中等發達國家。不能夠跟中國跟美國比，但是我們會堅守自己的立場，這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好，那有關於整體關稅戰的影響，等一下也請那個幹哥來繼續帶我們看。那現在也在說，為什麼川普一定要繼續的延續他之前的關稅戰，就是因為現在美國的經濟還有國庫啊，現在錢真的是不夠了。我們來看到一些具體的數據，民調顯示60%民眾不滿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而且呢是專家說的哦，經濟學家示警，美國未來1年有衰退風險，陷入停滯性通膨。再來就是美國的國債了，大家都知道已經突破39兆美元，占 GDP 超過125%，關稅能夠成為它的國庫重要收入嗎？真的做得到嗎？幹哥怎麼看？我覺得那根本就是殺雞取卵哦，那個是飲鴆止渴的東西。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其實經濟學者對於現在美國的經濟的成長率普遍都持負面的看法。為什麼？好，這也拜 AI 之賜啊，好不好？他說現在最近呢，我跟你講哈，美國經濟連6年都成長 ，AI 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啊。但是第一個就是因為 AI 造成的很多富翁跟富婆。都是因為投資這個東西而賺錢的。第二個是什麼？第二個就是富有的消費者，就我剛才講的啊，富翁跟富婆，他們因為投資 AI 而賺到了錢。那第三個是什麼？第三個就是那個資產的增值，因為這些人資產增值，所以消費力又提升了。所以這3個叫做3A 現象，3A AI 跟富有的這個投資人。還有呢，他們的經濟的資產的增值都是 AAA。好，那問題是，專家就說了，那都是你們富有的人啊。我想請問一下，80%的中產階級和低收入戶，甚至連游民都算進去的話，請問這80%的人有賺到1毛錢嗎？也許部分中產階級他們有部分的股票，但是他們真正獲利以及他們回吐以後。他們真的能夠在這個 stock market 裡面，真的能夠賺到他們應該認為我所得到的富貴嗎？其實說句實在話，很可憐，他們幾乎是不可能賺得到的。所以說，專家認為說，在這種情況底下 ，AI 投資的狹隘啊，會讓你有一種經濟成長的基礎，那個是浮光掠影。那個是錯誤的解讀，當然，正確的投資當然可以得到正確的財富，可是，在 AI 過熱的情況的底下，每一個就是說訓練有素的專家都在制止，他們說很簡單，我們去看通膨的數字就好了。為什麼？今年4月的通膨美國已經達到了3.8%。他說這個可能會到4了，只要超過4的話。那川普你皮就癢了啊，你知道嗎？你就等着被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撻伐。為什麼？因為到4就很可怕了。現在平均的薪資成長率不到3%，所以請問一下，通膨到了4%以後，美國還有什麼好講的？這裡從油價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為美國的一般的家庭碰到了油價就是皺眉頭。為什麼？一加油就皺眉頭，一皺眉頭，他們就知道說，哎呀，這個月還是要勒緊褲帶，你不能有多餘的支出。這就是什麼？這就是油價跟通膨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那這樣子互為因果是什麼造成的？因為戰爭造成的。如果戰爭能夠在這個月之內結束的話，美國在期中選舉權的經濟可能還有救。但如果不能夠立即結束，因為至少還要3個月才能夠讓通膨回到可以被接受的數字，這就是專家告訴大家說，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川普想要終止戰爭，還想要跟加拿大爭重稅，那你就曉得美國的經濟會變成什麼樣子了。
川普的戰爭生意曝光，他決定呢要取消對於這些國家20%周邊國家的這個保護費，改投資，由誰來做投資呢？他要求海灣國家來投資美國。那麼還是呢，他希望這些海灣國家成為川普家族的這個提款機呢？因為現在根據了最新媒體的報道，川普他自己還有包括他的2個兒子，在戰爭期間狂賺戰爭財。美國人這時候怒火，這場仗到底是替誰打的？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深度剖析。美伊戰火越演越烈哦，但是全球震撼的消息就是比飛彈更快的是川普的政策的轉彎速度。前一天大家還記得嗎？我們昨天還在討論哦，川普高調宣布說，接下來他會向有經過荷姆茲海峽的這些貨輪來徵收20%的費用。原因是因為我們每天美國不斷的派航空母艦、驅逐艦、戰機在中東維護航道的安全，所以你們付這些費用本來就是應該的嘛。那日經亞洲也做了一個估計說，美國真的是賺翻了。如果他真的去收這個20%的過路費的話，等於每一天輕鬆入賬就是2.5億美元，換算新台幣一天就可以收到80億元。那到時候如果真的收筆這些費用的話，誰最慘呢？現在也在看說亞洲的這一個製造大國韓國了。韓國企業每年光是船舶的通行費恐怕最高飆到17.5兆韓元，我們幫大家換算成新台幣的話是3500億元。但是呢，這個費用現在看起來也不收了。川普他有了最新的想法是什麼呢？他在社群最新宣布，我不收20%的費用了，我決定由海灣國家來擴大對我們美國的投資。那麼接下來呢，他說經過這個深化的經貿合作來取代這個荷姆茲海峽的這一筆費用，還說呢這些事情會讓美國再次的偉大，而且讓美國大獲全勝，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大勝利。好，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來先請教委員怎麼看川普的各種的想法，包括他現在最新的要求是海灣國家去投資美國，但是現在有一個想法，大家就在看說是不是他其實想要這個賺取更多的費用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呢？是海灣國家去建設美國，還是這些錢進入了川普家族的私人金庫？委員怎麼看？我覺得川普真的是一個很奇妙的人哦，就是我是強烈的懷疑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所講的每一句話的哦。那麼他如果真的相信了，那川普就真的是活在一個只有川普一個人在的宇宙裡頭了。那麼他講的這個邏輯是完全行不通的。他收了20%的這個服務費，他的理由是什麼？他說因為美國維護航道的安全。可是如果你美國當時不要打伊朗，不就沒有這回事了嗎？需要你來維護航道的安全嗎？大家就各自在家裡頭，各自過各自的日子就好了。荷姆茲海峽也一樣是自由航行的國際水道，可是為什麼現在不行了？是因為你美國去打了人家，而且你美國還在沒有通知聯合國安理會的情況之下，自己就去打了別人呢。這一切的麻煩都是你造成的，然後你現在還要來扒大家的皮，去收大家20%的這個過路費了，然後再來他說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因為我美國派出了軍艦到現场去維護，我退一萬步講了，好啦，這個戰爭是你發起的，造成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也沒有人叫你去護航道啊。第一，你派去了真的能夠護航得了嗎？理論上來說，照你這樣講，你護航了，大家就跟着你應該一起走了，誰敢啊？就你的護航到底是不是真的護航，還是出一張嘴擺在那裡而已？現在顯然看起來沒有人相信你啊。那更不要講說誰要你護航啊？他們直接打個電話給伊朗說：“我付點錢給你，你就讓我過了不就好了嗎？”所以對現在這個世界各國的這些貨運公司來講，他們覺得美國就是在強盜啊，在發戰爭財。因為原本他們可能私下跟伊朗達成個協議，付一點點錢，付點加密貨幣，他們就過了，馬上就平安的這個貨輪就可以過去了。可是現在你美國插了這一手，把整個荷姆茲海峽給堵死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川普講的話第二天就要反悔了，因為他自己知道他做的這件事情會引起全球的公憤的，而且做了這件事情對美國一點幫助都沒有。我說過，他在搞你封鎖我的封鎖，什麼我封鎖你的封鎖，我收費你的收費。可是如果我是伊朗，我就笑死了。我本來就是不想荷姆茲海峽通的，所以你要封鎖我的封鎖，那就一起封鎖吧，兩重封鎖，誰都不要過。那我本來就想要跟这個拉着全世界下水的，那既然是如此。你收費，我的收費，全世界的這個原油價格再加20%嘛，就像我剛才講的，伊朗恨不得你加100%了，
那整個油價就飛天了，整個油價就崩了，整個這個能源的這個市場就崩掉了哦。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川普現在跑過來去勒索這些可能受到損失的國家，所以海灣國家最倒霉啊，有美國的基地要被炸。現在呢，這個如果要重建伊朗，要他們出錢，然後好了，美國現在不收錢了，現在要他们去投資美國，而且他們投資美國真的只投資美國嗎？以我們過去看到所有中東的案例哦，這些資金有一部分都是進到了川普家族的什麼各式各樣公司，或者是投資，或者是持股的這些公司的口袋裡頭去了。我只舉一個例子就好了。我在研究所除了教人工智慧之外，我還教了區塊鏈哦。那麼在去年，這個川普的第二個兒子 Eric 跟一個華裔的這個加密貨幣的大亨叫做孫宇晨，當時在中東高調的宣布他們成立了加密貨幣的公司，然後開始做加密貨幣。我們時隔不到1年了，我們現在看看盤點一下，光是最近我看到的數據哦，川普所發的 MAGA 所謂的迷因幣啊，就是川普幣。這個幣讓川普家族賺了14億美元，可是虧了多少人？虧了988900個錢包，也就是大概將近100萬人，佔了全部人數的2/3虧損，虧了多少錢？虧了38億美元。所以你看，川普搜刮自己的支持者，川普去搜刮自己的盟友，這就是川普家族的行事風格啊。好，那同樣的問題，幹哥怎麼看？我覺得對，真是一個奇妙的人，而且你知道嗎？他有講了一段話，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就是說，他說我收這個過路費是很天經地義的，20%算少了，你知道為什麼？因為美國幫你守着荷姆斯海峽已經守了50年了啊！真的，這你有幫我守荷姆斯海峽，我怎麼不知道？你們海灣國家醒一醒啊！阿聯酋也是一樣啊，卡達也是一樣啊。你們伊朗也一樣啊，沙烏地也是啊，對不對？你們都是海灣國家，不知道我幫你顧了50年啊，對不對？你們的安全都是美軍在守護的，不然我們驅逐艦這邊跑來跑去幹嘛？很累的。奇怪，你這什麼謬論？乍聽之下是有道理的啊，然後仔細想想，這我們家不管亞丁灣、荷姆斯海峽啊，或者是曼德海峽，這都是我們家附近的，這跟你美國到底有什麼關係？跟你們第5艦隊跑到我們荷姆斯海峽裡面來設基地，到底有什麼關係？實在我們也看不出來有什麼關係。就好像他要介入越南，他要介入高棉，介入什麼任何地方都一樣的道理。說我是來幫你守護安全，幫你保衛家園，所以我一天收你80億台幣的過路費啊，補償費一點都不奇怪。再接下來說，我告訴你，好了，你們都說貴嘛。好，那我不收了。我現在改收什麼？改由這個海灣國家來投資。奇怪，我剛才不是講了一堆嗎？那些國家一聽要投資什麼東西？他說不管投資什麼東西，你一來以後，我們美國就獲得100萬工作機會，互蒙其利。他一個人在那邊唱獨角戲，下面沒有觀眾，不知道到底誰在聽他講話。所以大家就曉得純粹的生意人，一個是商人的那個腦筋轉得多快，改得有多快，但是真的能夠成就、能夠夢想成真的，卻只有多少而已，一眼就看穿了。對，好，這場中東戰事這個開打到現在，其實川普家族真的是賺了非常多的錢。除了剛剛委員幫我們特別講到的川普家族在加密貨幣賺了14億美元之外，包括川普的2個兒子哦。這個大舉投入國防產業，也賺了非常多的錢。其中呢，我們看到10家美國的國防科技業獲得了政府32億美元的直接的業務投資之外，還有31億美元的未來合約選擇權，甚至在競標當中都有一些特殊的競標名單是給他們的，可以角逐數千億美元的國防標案。川普現在支持度創下了新低，來到-25%，創第2任期的新低。60%美國民眾認為他透過自己的總統權力在為自己賺錢。那美國民間團體樹立了一座是3公尺高的參與獎杯裝置藝術，來諷刺川普說：確實啦，你是有參加這些事情，但是沒有戰略、沒有目標、沒有退場機制。繼文哥怎麼看？川普家族從俄烏戰爭、委內瑞拉的危機，還有這次中東戰爭，其實都是賺足了荷包哦。不止他自己本身家族，他的朋友圈，特別一些富豪，也賺了很多錢。
特別大家很有印象，就是每個禮拜三是川普的 taco 時間，他宣布的政策往往禮拜三的時候，他就會採取一個否定，然後政策大轉彎。這幾乎變成一個定律了。這個也是一個 taco 最新的案例。但總體來講，我覺得對共和黨來講，有這樣的總統，特別共和黨籍的總統，當然這次這個期中選舉是大事不妙，尤其是美國國內的一些像通膨，還有各種問題層出不窮，而且目前還沒有獲得一個根本的解決。再加上這場戰爭，對於川普來講尾大不掉。那有人說他中了以色列的計，有人說他怎麼樣被納塔雅胡蒙蔽，但不管怎麼樣，這個決策是他做的，因此他要概括承受。对，那目前川普是退也不是，進一步打擊也不是。他退之前美國和伊朗簽的那個和平停戰協議，被大家認為是投降協議啊，割地賠款，大家認為他那幾天做的執行